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布鲁诺刚搬到了中国的一个大城市。他的新家很大，但是里面空空的，什么家具都没有。布鲁诺站在客厅里，看着白色的墙壁，他想，我需要买很多东西，比如桌子、椅子，还有睡觉的床。他摸了摸自己的口袋，带上了钱包。虽然他的汉语不太好，但他觉得买东西应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。布鲁诺走出家门，外面的天气非常热。虽然很热，但是街上的人很多，大家都忙着去工作或者去买菜。他看到了一家很大的商店，商店的门口放着很多漂亮的家具，红色的沙发看起来非常舒服，布鲁诺很喜欢。他走进商店，指着那个红色的沙发问老板：“你好，请问这个沙发多少钱？我想买这个放在家里。”老板是一个戴眼镜的男人，他笑着说：“这个沙发质量很好，只要5000块，你是外国人，我给你打折。”5000块，布鲁诺吓了一跳，他在心里想，这太贵了，我的钱不够买这么贵的沙发。他摇了摇头。布鲁诺离开了那家商店，心里有点难过。他想，如果所有的东西都这么贵，我就只能睡在地板上了。他继续往前走，看到路边有一个卖水果的老奶奶，她的水果看起来很新鲜，特别是那些红色的苹果。布鲁诺觉得口渴了，他想买几个苹果吃。他问老奶奶：“这些苹果怎么卖？我想买3个大苹果。”老奶奶看着布鲁诺，伸出3个手指头说：“30块钱，这些苹果是从山上运下来的，非常甜，很好吃。”30块3个苹果，布鲁诺觉得这也不便宜，但是他实在太渴了，所以他还是付了钱，买下了苹果。布鲁诺一边吃苹果，一边走到了一个小公园，他坐在椅子上，看着公园里的人们在跳舞和唱歌。这时候，一个热情的中国大叔坐在了布鲁诺旁边。大叔穿着白色的衬衫，手里拿着一把大扇子。大叔问布鲁诺：“小伙子，你是哪里人？你的苹果看起来不错，多少钱买的？”大叔的声音很大。布鲁诺回答说：“我是刚来的，这3个苹果30块钱。”大叔听了，眼睛瞪得很大，好像很吃惊。“30块，你被骗了！”大叔摇着扇子说：“这3个苹果最多只要10块钱，你买的太贵了。”布鲁诺很难过，他说：“我知道很贵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话，这里的定息都这么贵吗？”大叔笑着说：“不是东西贵，是你不会讲价。在中国的小商店和市场，你必须学会讲价。”讲价，布鲁诺第一次听到这个词，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大叔决定教布鲁诺几句重要的汉语。大叔说，第一句是太贵了。当你听到价格的时候，你的表情要很惊讶，然后说这句。布鲁诺试着说了一次，太贵了，但是他的表情看起来很高兴。大叔说，不对，你要看起来不高兴。布鲁诺皱起眉毛，
很认真地说：“太贵了。”大叔拍手说：“对了，就是这个感觉。”大叔接着说：“第二句更重要，你要说便宜一点，好吗？或者是便宜一点吧。”布鲁诺跟着大叔念：“便宜一点。”他觉得这句话有点难读，特别是“便宜”这两个字。他们在公园里练习了10分钟，路过的人都看着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大叔在对着空气喊：“太贵了。”大叔告诉布鲁诺，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跳蚤市场，那里有很多旧家具，你可以去那里练习一下。布鲁诺谢过了大叔，充满信心地走向市场。他觉得自己现在是一个砍价高手了。市场里非常吵闹，到处都是人，有人在卖衣服，有人在卖旧书，还有人在卖锅和碗。布鲁诺看到了一把木头做的椅子，椅子看起来很旧，但是很有特色，上面刻着花。他走过去问老板：“老板，这把椅子多少钱？”老板是一个胖胖的阿姨，正在吃面条。阿姨看了布鲁诺一眼，说：“这可是古董，要300块。”其实这只是一把普通的旧椅子。布鲁诺深吸了一口气，做出了惊讶的表情。300块，太贵了，太贵了！他的声音很大。阿姨吓了一跳，面条差点掉在地上。她没想到这个外国人会说这一句。她问：“那你想给多少？”布鲁诺紧张地想了想，说：“100块，行不行？”他用了大叔教的眼神看着阿姨。阿姨笑了：“100块，你真会开玩笑。如果你诚心要，200块拿走吧。”布鲁诺记得不能马上同意，他又说：“200还是有点贵，便宜一点吧，150块。”阿姨叹了一口气，假装很不情愿地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卖给你了，交个朋友。”布鲁诺太高兴了，他用150块买到了椅子。他觉得便宜一点，这几个字真的有魔法。提着椅子，布鲁诺觉得自己需要买一块地毯。他在市场里走来走去，寻找蓝色的地毯。终于，他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块很漂亮的地毯，地毯上有鸟和树的图案。卖地毯的是一个年轻的男人，他正在玩手机。布鲁诺问：“你好，这块地毯多少钱？”年轻人头也不抬地说：“800，不讲价。”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很酷，很难说话。布鲁诺愣住了，不讲价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这里不能说便宜一点吗？布鲁诺决定试一试。他说：“这也太贵了，我真的很喜欢，能不能便宜一点？”年轻人放下手机，看着布鲁诺说：“大哥，这是手工做的，最少750，不能再低了。”布鲁诺想了想，他学大叔的样子，假装要走。“那我不买了，我去别的地方看看。”他慢慢地走了2步，心里希望年轻人会叫住他，1步、2步、3步。可是，年轻人没有叫他。年轻人拿起手机，又开始玩游戏了。
布鲁诺很尴尬。布鲁诺停下来，转身走回去。他笑着说：“好吧，750，我要了。有时候你不能总是赢。”买了地毯和椅子，布鲁诺的钱不多了，但是他还想买一盏台灯放在卧室里。他走到一家卖灯的小店，店里有很多五颜六色的灯，非常漂亮，像星星一样。店主是一个很温柔的姐姐，她看到布鲁诺拿了很多东西，就帮他找了一个地方放东西。布鲁诺选了一个像熊猫一样的台灯，他问：“这个熊猫灯怎么卖？”姐姐说：“这个很可爱，只要80块。”布鲁诺觉得这个价格很合理，不贵。但是他还是想练习一下汉语。他说：“姐姐，便宜一点吧，我是学生。”其实他不是学生。姐姐笑了笑：“我看你像个老板，不像学生。不过，如果你给我唱首歌，我就给你便宜10块。”唱歌，布鲁诺脸红了，但是为了便宜10块钱，他开始唱了一首英文歌。店里的人都听到了，大家都在鼓掌。布鲁诺唱完歌，姐姐很高兴，说：“70块，拿走吧。”今天的购物很有趣。布鲁诺有了椅子、地毯和熊猫灯，他的肚子开始饿了。他走出市场，闻到了很香的味道。路边有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摊。布鲁诺走过去，看着老板做煎饼，他问：“多少钱一个？”老板说：“6块钱。”6块钱很便宜，但是布鲁诺习惯了。他随口说：“5块钱行不行？便宜一点。”老板看着他，严肃地说：“吃饭不能讲价，这是规矩。”布鲁诺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布鲁诺买了一个煎饼，一边吃一边走回家。天已经快黑了，路灯亮了起来。回到家，布鲁诺把地毯铺在地上，把椅子放在地毯上，把熊猫灯放在椅子旁边。他打开灯，房间里变得很温暖。虽然东西不多，但是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家。布鲁诺坐在新买的椅子上，想起今天遇到的老奶奶、大叔、阿姨和年轻的姐姐。他拿出手机，给他的妈妈打视频电话。他想告诉妈妈他今天学到的新本事。妈妈，你好吗？你看我的新家。布鲁诺高兴地给妈妈看他的房间。妈妈说：“看起来不错，但是那个椅子看起来很旧，是不是很贵？”布鲁诺自豪地说：“不贵，我学会了说中文，我会让老板给我便宜的价格。”妈妈问：“你学会了什么话？”布鲁诺大声说：“太贵了，便宜一点。”妈妈在电话里笑了，布鲁诺也笑了。他觉得中国的生活虽然有时候有点难，但是很有意思。第二天早上，布鲁诺起床去买早饭，他想买一杯豆浆和2个包子。他看到价格表，豆浆2块，包子3块，一共5块钱。这次布鲁诺没有讲价，他直接给了5块钱，然后对老板说：“谢谢，再见。”
因为他知道了，有些东西需要讲价，有些东西不需要，生活就是这样。布鲁诺拿着热热的早饭，走在阳光下，开始了他新的一天。